那我回家赶紧洗洗睡了。赶紧睡吧，明天还要训练呢。哎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这不会真是鬼吧？看见了没？妈呀！回来！你跑什么跑啊？等等我！你干嘛去啊？等会儿我。什么情况？你到底是谁啊？装神弄鬼的？我是钟馗，今天的任务就是抓鬼。萧寒，怎么样，向浩，你服不服？焦教官这招叫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你还什么还啊？赶紧放我下来！卑鄙！哎，起来了！你不是死了吗？就你这点小胆量，上了战场还不尿裤子啊？唉，你们这是干嘛呢？将他放下来！教官没有教官行，学员没有学员样，你们搞什么名堂？肖教官，你必须给我个解释。报告校长，这个其实是我特别设计的一堂心理课。新兵没有战场经验，很容易被战场的氛围影响，产生恐惧、紧张、激动、烦躁、不安等不良的战场心理。想让他们有过硬的心理素质，需要经过反复的训练。你胡说，你分明就是在恶意恐吓学生。沈助教，我记得这件事情你也参与了呀，还是你需要我跟校长讲讲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？我可是有证人的。你们确实在上课吗？报告，是。是。焦教官的课，新颖别致，生动有趣，我们受益匪浅。但是肖教官，我要提醒你，任何方式的训练都必须把学员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。你大半夜的装神弄鬼，还把学生用绳子吊起来，万一有个闪失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报告校长，那是因为我正准备教授学生们捆绑术和逃生术。您肯定知道，作为军人，在战场上难免被俘，这就需要他们必须要掌握逃生的技巧和技能。现在我请向浩同学示范一下。哎，肖教官，我已经掌握要领，要不然让我绑你一次，看看我领悟的如何？肖教官他要负责教学，如果要示范的话，我可以，绑我吧。无所谓，还是绑我吧，要不然我不知道他的手法正不正确。对。准备好了吗？
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换你了，干什么？开玩笑了啊！使点劲儿啊！劝你，别让我1秒钟就给你解开，到时候你没有面子。好了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你厉害。放我下来！快放我下来！肖教官的课果然新颖别致，让我大开眼界。训练了1个晚上了，现在抓紧时间回去休息，不要耽误明天正常上课。肖教官，我希望你下次上这种非常规的课程，务必向教务处汇报，不要引起大家的误会。是校长，明白。把他放下来吧。是。快下来！下来啦！放我下来！哎，栽在一个丫头片子手里，丢死人了。从现场的情况来看，这是一个有预谋的圈套，不会就这么算。我看算了吧，毕竟是我们捉弄肖教官在先，而且今天他的课也让我们收获不小啊。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？他可是老大的眼中钉。少华。肖教官，这到底是不是你做的？报告校长，我才刚来军校，这个人是谁我都不清楚，怎么可能是我做的呢？全体都有，集合。同学们，学校有规矩，学员有纪律，你们要时刻遵守。对于刚刚发生的事，校方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你们必须做到，不危言耸听，不以讹传讹。一旦发现有人搬弄是非、造谣生事，必须严惩不贷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向宿舍目标出发！出发！向后，出列！把射击场所有的弹壳给我捡干净，之后再用牙刷把射击场的地面刷干净。听明白没有？报告。为什么要用牙刷呀？没有为什么，龙城军校只有服从。开始。是。全体解散。上正屁子鸟，活该。向浩，小白，别愣了，我们走。啊！哎，那是什么呀？怎么回事啊？是怎么了？你
你说这到底是冲谁来的？你们两个想一想，这向浩离开军校1年多，军校什么事儿都没有，风平浪静。怎么这向浩一回来就怪事接连不断呢？我看这薛少华一定是冲着向浩来的。还真是这样，搞不好就是冲着向浩的。哎，你们说什么？薛少华又是谁？为什么他要冲着向浩？没什么，我们就是说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哥几个以后得离向浩远点儿，万一那冤鬼抓错人了，你说多倒霉呀！李天汉，你来说，快说啊，不要吞吞吐吐的。你也有怕的时候啊。我问你，薛少华的影子是不是你干的？就是因为你一直怀疑我，所以我才要查清楚这件事情。我告诉你，真的不是我。好啊，这事儿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到时候有你难看的。不过我倒是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一提到薛少华，你的脸色就这么难看，这么紧张呢？心里有鬼啊？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送你2句话：堵住你的嘴，迈开你的腿。我好害怕呀，吓死我了！小雨，你说向浩这么大个人，怎么还没有你懂事呢？是不是啊？乖。这是向浩抓的。没关系，已经不疼了。这个向浩实在可恶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没有保护好你。真的没关系，你放心吧。我可是女教官，他敢这么对我，回头我一定加倍奉还。肖教官，别忘了，首先呢，你是女孩子，然后才是女教官。我只是不想被别人误解。误解只是暂时的，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。你相信我吗？我一直都信你。谢谢你一直相信我，一直帮我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小雨，回窝吧，进去吧，乖乖的。少华，你还嫌不够乱吗？赶紧上床睡觉。我没有骗你，刚才少华的脸就在窗户上。哪儿呢？我怎么看不见啊？我能骗你吗？就在窗户上。少华要是真的回来就好了，不管他是人是鬼，我都想亲口告诉他我有多想念他，想念我们兄弟在一起打拼的日子。可是他再也回不来了。我刚才真的看见少华。我知道你没有撒谎，但那也绝不是少华现身，而是有人在装神弄鬼。你们说这个人会不会是萧教官？之前我们装鬼吓过他，然后他装鬼吓我们，再后来，少华的头像就开始到处出现。不管是谁，我想一定有他的阴谋。是狐狸的话，早晚会露出尾巴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上面关于薛少华的死，是死于军训
意外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上面都没有具体说明啊。肖教官，我的工作是管理档案，不是填写档案。对，我明白，但是这上面说关于他……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放手！放手！有话不能好好说，干嘛拉拉扯扯的？好好说，你听吗？薛少华的事情你异常上心，还敢说闹鬼的事与你没关系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学校出了这样的怪事，闹得人心惶惶，鸡犬不宁。作为教官，我有义务协助调查。再者说，你不是一直认为我在装神弄鬼吗？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我要查清楚这件事情。还不说实话是吗？好，这是我第2次警告你，事不过3，要让我抓到你第3回，我绝对会对你不客气。什么东西？敢威胁我，还把我当小鸟一样拎？你什么东西？肖教官，就因为你自作聪明的一堂课，现在弄得怪事不断，闹鬼传闻满天飞，这龙城军校哪还有半点军校的样子？报告校长，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确实不关我的事。我觉得我不想听你解释，你的试用期还没有到。这件事既然由你而出，我限你3天之内必须解决此事，平息谣言，还学校一个清净。否则，就算你是大帅钦派的人，也别怪我秉公办事。是校长，我明白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龙城军校绝对不容忍一个挑战法度、挑战秩序的教官。我再提醒你们一遍，注意你们的举枪姿势。这堂课就到这儿，下课。小白，走了。啊？哎，你戳我干什么呀？啊！嘿，你个臭小子！你才臭小子呢！我有一个问题问你，请你一定要回答我。好像没有必要非得回答你的问题。你和薛少华的死有什么关系？我记得我提醒过你，如果你再调查这件事情的话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没想到你自己非得往枪口上撞。你越是避而不谈，就越证明你跟这件事情有关系。你不要以为你闭上嘴巴不谈就可以掩盖事实。我闭上嘴巴没有想掩盖事实，但是我可以堵住你的嘴。肖教官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，你能不能告诉我薛少华的死跟向浩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有压力，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。校长他限我3日内把这件事情查清楚，我也想尽快让一切水落石出，还校园一个宁静。我一定会尽力帮你查这件事情，但是少华的事，抱歉，我不想说。每个人的内心深处，都有几处不可示人的伤疤，你有，我有，向浩也有。这些伤疤未必是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但揭开了会很痛。哇，香吗？香。跟你打听点事儿啊。你说。向浩和薛少华他们2个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啊？向浩不让我说。向浩他不让说，可他现在不在这里，是不是？你偷偷告诉我，我是不会告诉他的。我顾小白义薄云天。
我知道，我还知道你接下来会说，你人生中学到的第一个字就是“义”字。你这个人是打死都不会出卖兄弟的，是吧？知道你还问？我还知道呢。你接下来的日子会很惨，非常惨。可能呢会莫名其妙的每一次考试都挂科，还有可能呢你会无缘无故的就被罚，还有可能呢会莫名其妙的这个也不行啊，那个也不行啊，教官不会给你好分数的，还有可……说，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呢，薛少华和向浩一起去醉仙楼听曲儿。醉仙楼是什么地方？大半夜2人不睡觉，结果李校长发现之后带人去抓他们。你想一想，当场，向浩倒好，一拍屁股自己溜了，薛少华自己一个人在那儿被抓了，丢不丢人呐？那么好的一个人，学习又好，而且一个鸡腿就把你给收买了，顾小白。啊！完了！站住！别跑！兄弟情谊，见利忘义，义薄云天。你是兄弟吗？什么兄弟情谊啊？有义气你不带我去？这不带你怎么了？我也想去。去个屁去！好戏，真是好戏。我说3位真是演了一场好戏呀，义薄云天，好兄弟。接下来演哪一出啊？是苏三起解还是杜十娘啊？献完了，收工。那是什么？分头拦截。好。站住！抓到了！放手！你干什么，顾小白？鬼都被你放走了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还笑？别怕，我是李天汉，是来救你的。你的衣服上都是荧光粉，1里地外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你一直在暗中监视我，我一直在暗中帮助你，保护你。保护我。你现在知道事情的真相了，你又是校长的儿子，你不揭发我？我不会揭发你，因为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。少华死的冤枉，其实我也和你一样，一直想让真正的罪魁祸首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李天汉，我从你这张脸上看到的，和你刚才说的可是不一样啊。我告诉你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有人逼供，有人扮鬼，还是团伙作案，分工明确，配合默契呀。只可惜你们碰到的是我。要解释的话，去向校长解释吧。扮鬼另有其人，要不是刚才顾小白死抱着我不放，
我早就抓住那个鬼了。都人赃并获了，你还敢狡辩，真是无药可救了。可是我刚才确实看见有一个黑影跑过去，后背上还闪闪发光呢。那是我为了捉鬼撒的磷粉。3天之内，我如果找不出真相，就必须要离开军校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用自己的前途做赌注的。那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是相信你们，我是相信我的兄弟小白。反正还有2天时间，看你们还能耍出什么花样。干嘛神出鬼没的？不知道这几天学校正闹鬼吗？上班时间，你身为助教，能有点正形吗？谁说我不是在干正经事儿了？校长特地拜托我，让我给学生丰富课余生活。哼，我怎么看你净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了？喂，我这是在找灵感，好不好？喏，你看，我准备过几天给学生放这部电影。电影？是啊。这可是最时髦的玩意儿，像你这种，女人应该从来都没有进过电影院吧？当然了，应该也没人请你去看电影吧？给，哎，不像话！电影，沈助教，你是个天才，没错，就是电影。你跟踪我啊，沈同学？你别误会，我不是跟踪你，我只是想跟来看看，有没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上忙的。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龙城一个做魔术道具最有名的地方。为什么去那儿？因为我在想，其实薛少华的影像能够凭空呈现，应该只是利用了一个简单的魔术技巧。我记得以前在什么地方看过一个类似的表演，这跟电影投射的原理相同啊。如果能有人把电影投影机做得很小很小，甚至可以藏在身上，那就完全可以让薛少华的影像随时随地出现。所以呢，我推测能够做出这么复杂的东西的地方，应该就是魔术道具铺子里。想不到你竟然这么懂魔术。因为变魔术就是一种在利用观众心理的技巧嘛。我又自己略微研究过一点魔术的原理。小教官，你懂的东西真多，就像个万花筒一样。沈同学，你真的是爱开玩笑。真想不到啊，沈文涛这样的好学生居然也偷溜出学校，神秘兮兮的干什么呢？过去看看。就是这一家。来了。老师傅，打扰您了。最近有没有人拿着这个人的照片
让您做魔术投影道具。幸好我们提醒了老师傅，不然就真的露馅了。我说过我会帮助你的。你哥哥是军校里难得的优秀学员，如果他现在还活着，他将是极鹰战队队长的不二人选。哪轮得到向浩、沈文涛什么事儿？可惜啊，他才25岁，一个风华正茂的年纪。却这么不明不白的去了。有时候我经常在想，是不是因为他太优秀了，才会遭人嫉妒，落得如此下场？别难过，我最见不得小人得志，我会帮助少华完成他所有未了的心愿。好好照顾你。谢谢。老师傅，你看了这么长时间，想起来了吗？姑娘，这不是你之前委托我做魔术道具用的照片吗？哈，哈，哈，哈。事到如今，啊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好戏该收场了。老师傅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我们无冤无仇的。你真是个天生的演员，你不当演员都白瞎了你。老师傅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我替你担保。向浩，能不能先别闹？谁闹了？我是在闹吗？是谁在闹啊？老师傅，我相信定做这个魔术道具的人应该非常的少。既然你说是我找你定的，你应该还记得我是什么时候付的定金，什么时候取走道具的吧？交定金的日子嘛，我想想啊，我想想，应该是，大概是半个月前。取道具的时间是5天前。啊，对对，就是5天前。半个月前，我好像还没有来龙城军校报到。5天前，哦，对了，5天前我们正好执行军火任务，你也在场的吧？老师傅，我们不想为难你，但也没时间听你胡说八道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到底是谁拿着照片做了道具？老师傅，如果你执意不肯说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小白啊，把警察叫来。好嘞。别，哎呀，这虽然被你们识破了，可是我还是不能说呀。就算你们把我送到警察局去，我也不能说呀。这是那个人订道具时留下来的，让我自己选择。这钱我不要了，你们拿走。可是我不想没命啊，我还要养活一家老小呢，我求你们了，啊！老师傅，既然你是受人胁迫，我们自然不会为难你。不过我想，那个定制的人应该是一个年轻的女孩，而且她刚刚来过，对吗？谢谢。肖教官，
你到底知道了些什么？店里的地上有一串鞋跟印，应该是女人的高跟鞋留下的。穿这种鞋子的，一定是年轻时髦的姑娘。那你又是怎么知道他刚刚来过？刚才在老师傅的店里，有一股淡淡的稀释消毒药水的味道。老师傅又没有受伤，一般来定做道具的人应该都是表演艺人，他们身上不会有消毒药水的味道。哇，这么厉害！教教我呗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们，很快就可以知道那个装神弄鬼之人到底是谁了。你们想想看啊，身上有消毒药水的味道，又是年轻的姑娘，所以你们的线索啊，应该锁定在军校医院的那些小护士身上。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不要再查下去了。你说什么呀？什么叫到此为止？我好不容易查出一些线索，凭什么到此为止啊？之前闹鬼的事情是我误会你了，我跟你道歉，算我向浩欠你一个人情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跟我道歉啊？你向浩跟我道歉？哇，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啊，肖教官，对不起。小白，你如果他们两个的面子不够，再加上我也向你道歉。可是你们，你肖教官，我想你应该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，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几处不可示人的伤疤，所以我请求你，不要再查这件事了。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谢谢。什么？总之这件事情不要再查下去了。不是我还有话没有讲完。今晚8点。哎，奇怪啊，不知道干嘛呀？这是你知道吗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？哎，让！哎，让！哎，干什么你？干什么呀？魔术表演。肖教官那么……哎，这萧寒到底要干什么呀？走，哥儿几个去给他捧捧场。就，哎，走，捧场，捧场。现在我要请大家欣赏一段魔术表演。等会儿，什么魔术啊？就是，干嘛呀？哎，你看看，你看，杜峰，真是，这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的，什么时候开？真逗啊！哎，你看你们俩还挺帅啊！不知道，这有什么？这到底是干嘛呀？这也不稀奇啊。肖教官，这哪是什么魔术啊？这不放电影吗？是啊。哇，少华！哎，别怕啊！哎呀，这还是放电影啊？没错，这就是放电影。我手中的这个机器旁边有个凹槽，可以插入照片。只要放入不同的图片，就能投影出不同的景象。所以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神鬼现象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其实呢，这只不过是利用了一些电影投影的原理，借用了一些魔术的小技巧。还有呢，再加上一点大家心理上的弱点，就自然而然地造出了恐怖的景象，让大家误认为这是灵异闹鬼事件。现在真相大白了吧？曾经让你们惊恐万分的现象，并不是所谓的冤魂讨债，而是有人利用了这个简单的机器捣的鬼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肖教官，你真厉害！
简直就是包龙图转世啊！哼，照你的意思，萧教官长得黑喽，真不会夸人。我们走吧。萧教官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萧教官再见。再见。走不走啊？哎，萧教官再见。萧教官，你的魔术很有说服力啊，足以证明这个闹鬼的事是有人搞恶作剧。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。谢谢校长，但是我还没有找到那个恶作剧的人。我看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校园好不容易恢复了平静，不要再生事端了。既然真相大白，料想那人也不敢再怎么样。为了这点事儿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不值得，你就把精力都放在教学上，不要再查下去了。好，一切都听校长的。嗯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萧寒已经知道这件事是薛少奇做的，只是当众没有揭发他？应该是这样。据我调查，这2天向浩、沈文涛一直跟萧寒在一起。萧寒之所以没有供出薛少奇，我想，应该是向浩和沈文涛的意思。看来向浩跟沈文涛对这个薛少奇还是念及旧情的。哼，这个薛少奇一直藏在暗处也有好处。她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姑娘，又与向浩、沈文涛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向浩、沈文涛对她的这份旧情，可以成为我们手中的一柄利剑。就要看我们能不能好好的利用这柄剑了。用力，使劲儿啊！这一个个的都没吃饭吗？使劲儿，用力啊！都快点儿！我说帅哥，都打了一上午了，差不多得了。按理说我们帮萧教官办案，应该将功补过才对。就是，而且我是从犯，我觉得我应该减刑的，对吧？上课时间逃课外出，屡教不改，屡罚屡犯，还毫无悔改之意，企图逃避惩罚。每人再打1个小时。打！加油啊，钱宝宝，已经过去1半了，再坚持一下，娘就可以去医院看病了。立字验枪。顾小白，咱俩比试比试怎么样？让我看看你这1年的枪法长进了多少，输的人打1个星期的洗脚水，如何？怎么着不敢啊？哎，跟你说话呢。哎，我没招的呀。小白怕枪声，戴着耳塞听不到。怕枪声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走以后的事儿了。自从少华死了之后，他就添了这个怪毛病，不仅是怕枪声，什么炮声、爆炸声，
只要是特别大的声音，他听了都会晕。平时上射击课时，他就戴着耳塞应付过去了。这也不是长久之计，没用，得想法子。之前我陪他看过，医生说现在也没办法。立姿射击，准备，开始。这伤怎么回事啊？战术训练的时候弄伤的。还好，不算严重。明天记得再来换一次药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学校闹鬼的事已经不再查了，你可以放心了。知道了。只是这一次，你冒了这么大的险，最终还是没能为你哥讨回公道。或许在这件事情上，我倒是可以想想办法。对了，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秘密，关于你哥的。我哥？顾小白怕枪声。自从你哥死后，顾小白就得了这个毛病，而他周围的人却一直替他隐瞒。你想想，你哥死的时候，顾小白也在现场。如果他没做什么对不起你哥的亏心事儿的话，他怕什么，又瞒什么？除此之外，还真找不出更合理的解释。上次的事，他们虽然侥幸过关，但我绝不会就此罢休。我一定要查出真相，为我哥哥讨回公道。这也正是我现在想做的事儿。谢谢你，但这是我的事，不需要你插手。我倒是有一个好主意，不妨你先听我说说，再考虑要不要接手。这眼下顾小白的事情，正好可以作为一个催化剂。我一定帮你把事情的真相给逼出来。先别吹牛，到时候考场上见真经。我什么时候吹过牛啊？真是，别乱说话。他怎么乱说话？什么呀？给我看看。嗯，这东西管用吗？管用，你戴上听听。算了，你这样也不是长远的办法呀。哎呀，放心了，我这1年多都熬过来了，再挺几个月就毕业了，我很有信心呢。毕业你不当兵啊？你不上战场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的病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帮你治好。走吧。 75毫米，29倍镜克式野炮，1913年汉阳造。此炮炮架为双轮单脚式，行列全长7595毫米，行列全重1475公斤。此炮的高低射界负8度到正16度，方向射界左右各3.5度。使用榴弹重6公斤。初速510米每秒，最大射程是6000米。这种炮跟我们熟悉的法制山炮相比，威力明显要大得多，但是缺点：自重大，机动性差，
不适合在复杂的情况下作战。下面，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克式野炮的威力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使用教练弹。开始。小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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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啊！小白，你怎么了？别晃动他，把他放平。怎么回事？啊，这几天着凉，可能是身体发虚。他怎么了？哟，这什么呀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上射击课戴耳塞，小白是不是怕听枪炮响啊？哎，这毛病我记得教官讲过，叫什么来着？枪炮恐惧症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枪炮恐惧症。说是只有战场上的逃兵才得这种病的。他摸枪也不是1、2天了，怎么会有这种毛病呢？嗨，戴着耳塞上课也只能是这种毛病。可他今天也戴耳塞了，怎么还会晕倒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耳塞坏了呗。杜峰，你和我一起送小白去医院。是。小浩，你留下，带大家继续训练。走。当兵的怕枪响，这不就是老虎闻肉就吐吗？啊，你见过这样兵吗？没见过呀，这简直就是龙城军校最大的笑话。像这样的人还当兵呢？嘿嘿，换了是我早就滚蛋了。你再这样说我兄弟，我弄死你！你想干嘛呀？你想打我呀？哎，向浩打人了啊！哎，向浩，顾小白得了这种怪病，难道周杰说的有错吗？孬种就应该滚出军校。把你的嘴闭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了些什么。顾小白的事用不着你操心。我不操心，军校自然有人会操心。你可以陪我一起欢送顾小白离开军校。你再说一遍。你可以。老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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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进来。以后管好你的嘴。火气不小啊！咱们走。走。校长，你找我？今天向浩和李天汉打架的事，你都听说了吧？听说了。事情的起因是顾小白的枪声恐惧症。小白是你们班的学员，这枪声恐惧症呢，又属于心理上的疾病。我来找你呢，就是让你治好顾小白的病。啊，校长，我是心理学教官，不是心理医生。我来找你，不是跟你商量，这是命令，你只能完成。我不需要跟你讨价还价，这也是你试用期的考核任务之一。是校长，我会尽力完成的。不是尽力而为，是必须完成。我告诉你，我只给你3天时间，治不好顾小白，你和他一起离开军校。是校长。除了这招，你还会什么？请问你找谁呀？你好，我是顾小白的心理学教官，我是想来关心一下他的病情如何。我们这边聊吧，不要打扰病人休息。好。顾小白这种病是受到某种严重刺激产生的心理疾病，准确的说是心理障碍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病。这俗话说得好，心病需要心药医。要想彻底解除他的心理障碍，你得先查出他到底受过什么刺激。那我应该从哪里着手查出病因呢？这个嘛，我可以告诉你。1年前，
顾小白的同学薛少华死后，他就患上了巨大声音恐惧症。从那以后，上射击课射击的时候，他一直都是戴着耳塞的。今天就是因为耳塞出了问题，所以他才发病的。哦，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啊？我是薛少华的妹妹，薛少琪。薛少华是你哥哥？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的哥哥是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想打听你的隐私，我只是想关心一下顾小白的病情，怎么会是这样？我也想知道我哥是怎么死的，可11年以来，一直是个谜。1年前，高年级学生进行实战排雷演习，本来没有我哥哥他们什么事儿。向浩是我哥哥最好的朋友，硬拉着我哥去参加，结果我哥死于非命，学校却只说是一场意外。那当时除了向浩在场，顾小白也在现场吗？当时在场的有向浩、顾小白，还有沈文涛。我哥出事之后，向浩就离开了军校。当时这事儿还惊动了大帅，但后来莫名其妙的被压了下来。学校里的人都说，向浩离开是出去避风头。至于小白他们，跟向浩是死党，当然也认同我哥哥是死于意外的说法。我是护士，帮助病人是我分内的事。你只要查清楚这件事，才能治好小白。明白了，谢谢。顾小白同学，我是奉命来给你治病的。治什么病？我能吃能睡的，没什么问题，绝对符合军校体检标准。来根香蕉吧。你不要跟我装傻充愣，现在全校都知道你有枪声恐惧症，你还想逃避啊？对于军人来说，这个病就是死亡判决书。我也想治好你，要是治不好的话，连我都要卷铺盖走人了。原来你是担心你的饭碗。我是很在乎我的工作，没有错，但是我也真心想帮助你。你想想看，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努力了这么久，难道就不期待扛着枪上战场保卫国家吗？想啊，但又能怎么样？1年多了都这样，没办法。我可以帮你，咱们一起找出病因，克服心魔。哎，你告诉我，你的枪声恐惧症是什么时候得的？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？是不是跟薛少华的死有关？你告诉我，薛少华死的时候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小教官，我好像警告过你，你能不能给我闭嘴？我又不是想多管闲事，我是想帮他治好病嘛。他有病你还审问他啊？我告诉你，他现在是病人，不是犯人，听明白了吗？你怎么这么激动？我问他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啊？你是不是想隐瞒什么？小海，你别逼人太甚。什么逼人太甚？我只是想要一个真相嘛。要真相是吗？嗯。来，我告诉你。那干嘛呀你？喂，出门直走右转，那就是你的真相。放开！对不起，小白，这是我造成的，对不起。浩哥，
我不是孬种，我这人从小就没什么梦想，唯一的愿望就是咱们哥几个能一直在一起，一起上学，一起打架，以后还能一起上战场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现在看来，我这个梦是实现不了了。1年前，少华死了，你也走了，我整晚都在做噩梦，梦见少华的脸，梦见那声爆炸，砰，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小白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！我想好，不会让你这个兄弟离开学校的，听明白了吗？谢谢。撞针都能掉，撞针掉了，捡起来就好了，何必这么苛责自己呢？怎么啦？其实呢，这支枪我已经很熟了，但每一次用它之前，我都会担心它会出些小问题，所以我都会重新把它拆开装一遍。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明明很多事情我已经反复的练习过很多次了，就是怕自己出问题，所以我常在反思自己。也就是这个原因，常常会对自己发脾气。我觉得你对自己太严格了，你够优秀了。说句心里话，有的时候我真的很羡慕向浩，他可以率性而为，总可以把事情看得那么轻。我记得刘教官他曾经说过，他说你跟向浩啊，你呢就像是狙击步枪，严谨、精准，而向浩呢就像机关枪，猛烈、持久。你们两个各有所长。不过在我看来，能够真实面对自己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勇者。焦教官，我知道你今天的来意，但对不起，我还没有勇气去揭开自己的伤疤。钱宝宝，你的娘还躺在客栈里面，
等你通过了这次的考核，才能进医院去看病。你一定要加油，小海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一定也会尽力帮助顾小白。小白，来药了，该吃药了。啊，哎呀，哎呀，看刚好的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啦！哎，你好，这位美女，是来看顾小白的吗？哎，小谢吗？嗯，不要喝了。哎呀，我不喝，除了喝药不干别的了是吧？有枣没枣打3竿，说不定管用呢。我新淘来2偏方，好不容易把药材凑齐了。我告诉你，浩哥，我亲自给你熬的药，赶紧把药喝了。我是小白，不是小白鼠。你怎么那么倔呢？古话说得好，偏方治大病。哦，别逼我跟你动手。这里不欢迎你。怎么了？他拿我做实验，拿偏方给我吃。我这还不是为了治好你的病啊？免得有人说我不为兄弟着想。哎，你又不是医生，瞎开什么药啊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呀？我还能害死家兄弟不成啊？看好了啊，来。有没有什么反应？有点胀。还有吗？哎，还有点热，说明它起效了。还有呢？翻江倒海了。有没有一种想辣的感觉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我忘了告诉你，我这药里有巴豆。你别再瞎折腾了，没病都给你折腾出病来。怕什么呀？男子汉大丈夫，睡一觉不就好了吗？切，睡觉。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说不定可以治好顾小白。什么办法？跟你说你也不懂，我得回去查查。不过你放心，不是什么偏方，不用吃药。谁信呢？这2本书都看过无数次了。咱们老祖宗的书和西洋人的书都提到了睡觉治病的这个方法。哦不，是催眠。既然催眠这么有用的话，不如我也来试试看，治治顾小白的心病，说不定会有效。你们呢？来到了一个鸟语花香的山谷，天上白云飘飘，身边溪水潺潺，春风习习，阳光照在你们的身上，感觉很温暖，很温暖。一朵白云将你们托起，渐渐的你睡着啦，睡着啦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小浩。你家在哪里？我家住龙城。喂，小教官，你把他怎么了？怎么你问什么他就答什么？这呀，就是江湖上，哎呀，这就是心理学上的催眠术。它能够帮助有心理障碍的人去除心理障碍，保持内心至纯至净。你害怕枪声呢，是因为你心理上有阴影，所以你听到枪声的时候，心里面就会想起不愉快的往事。所以啊，待会儿你做了催眠之后，那道阴影便会自动的消失，枪声恐惧症便会不治而愈了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就是我被你催眠之后，无论你对我做什么，我醒来的时候都不会记得，那岂不是很不公平？其实也不是不行啦，我同意了。不过我们要约法3章，无论出什么事情，你都要对我负责哦。好吧，我试试吧。你现在呢，闭上眼睛，全身放松，放得很松很松，深呼吸，
吐气，深呼吸，吐气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是不是看到了一片阳光？我看到一片漆黑，听到不断的呼噜声。你等我一下。奇怪，怎么会打呼噜啊？是施法不够吗？还是施过法了？哎，我记得香灰能够治打呼噜，试试看。这个偏方果然好使，现在不打呼噜了。哎，放松，尽量的放松啊！深呼吸，吐气。那，你现在想象你来到了一个鸟语花香的山谷，天上白云飘飘，身边溪水潺潺，春风习习，阳光照在你的身上，觉得暖暖的，暖暖的，暖暖的。一朵白云将你托起，轻轻的，轻轻的把你托起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顾小白。你家在哪里？龙场。现在你告诉我，薛少华出事的时候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。给我向后动，你动得过我吗？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啊！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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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有回来！顾小白！怎么能这样？顾小白！顾小白！顾小白，你疯了！好家伙，今天是真没吃药是吧？哎，大哥，今天这个游戏叫做耍猴记，看他们花样还挺多，那我们就看戏吧。顾小白，顾小白，喂！这是哪里啊？我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！少给我装疯卖傻，说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不在医院好好待着，跑来学校闹事？小韩，我叫你给顾小白治病，你怎么把他给治疯了？报告校长，我有一个心理疗法，可能对治疗顾小白的病很有效，我就把他带回来试一试。没想到一个军校教员，2个军校学生，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，像一个神棍发癫，真是胡闹！谢主任，他们这种情况，按校规怎么办？军校规定，李校长、谢主任，跟他们2个没有关系，都是我的责任，罚我1个人就可以了。按照军校规定，
应该罚1万米障碍跑。好，肖教官，烦请你现在就去校场领罚，清醒一下头脑。谢主任监督，麻烦你把脸擦干净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别当兵，去当演员吧。以后太上老君美猴王非你莫属。看你这样，我是真心过意不去。你说我得病，他这么帮我，咱们这么整他，是不是有点过分？我刚才只是想断了他的念想，让他不要再查薛少华的事了。谁知道你的戏演得这么投入？我也不想，一看到谢天骄这个男人婆平时对我那么凶，不得整整他呀。但是这次说实话，我觉得确实有点过分了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发生，让我对这个女人有了全新的了解。你决定去看她吗？好生麻烦，我不去。好，不去。预备。谢主任，肖教官只是好心办了错事，顾小白也没受什么伤害，会不会罚得太重了？况且她是个女孩子，平时我们南轩跑1万米都会很吃力的。沈文涛，我告诉你，这里只有女教官，没有女孩子。萧寒想不服从我的领导，可以回家当大小姐。沈文涛，你要是敢帮他一下，前面的全部作废。最后1000米，我陪你。加油，你可以的。我可以的。走吧。走。手要用力。来。继续。你可以的。你跟小白这次可真有点玩大了啊！我知道，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我能怎么办呀？大不了事后我跟他道个歉呗。就你这样还龙城万人迷呢，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可以吗？来，加油，上！只剩100米了，你一定可以的，坚持住！记住我的话，想办法尽快送老夫人去大医院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娘的病，娘自己心里清楚，这事儿太难了，办不到的。娘，我一定能闯过这一关，还行不行？一定能救你。行，站起来，来。5、4、3、2、1。1万米障碍跑结束。成功了，
肖教官，肖教官。 怎么在医院休息？还没被校长体罚够吗？你和顾小白整我，我不怪你，但是我要知道薛少华的死因，因为我一定要治好小白的病。顾奶奶，我给你鞠一躬，麻烦你今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，行吗？不行，我一定要知道，要不然我就站在这里不走。随你便吧，你别走了。就算你站到死，我依然只有4个字：无可奉告。好，那我就一直站在这里。你听见了没有？我不会走的。如果花落之后再发芽，如果明天还能再看到晚霞，为何日夜思念的那个他，时间给不了回答？当我们种下花季的梦，这一生不用见证也能够重温那个面孔，不会爬满了皱纹，像血液它如影随形。真爱如血流过青春的轮回，真爱如血流淌对你的伤悲，一念之差就伤痕累累，时光不倒退。对不起，我们不该让你为了我们的事受苦受罪。如果泪水会融化飞沙，你赢了。如果一颗真心会将爱感化，为何日夜思念的那个他，每分每秒都挣扎？小浩，顾小白同意治疗了。我已经约了沈文涛、顾小白在门口等我们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：当初薛少华死了之后，你为什么要离开军校？你是治我的病还是治小白的病？其实都一样。真受不了你，李校长，事情就是这样，请您一定要查清楚，为什么排雷区里会有震雷。这事我会查，但查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：今天下午的实战排雷训练，只有机营战队的人能参加，你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？这件事怪我，是我拉着薛少华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证明我们不比基因战队的队员差。你知不知道，就是你的鲁莽，害死了薛少华。校长，向浩是有错，但他不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。那你觉得谁应该承担？是军校，是军校失察，才会导致排雷区有震雷出现。
所以请校长一定要查清楚，是谁埋下这类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处理这件事。李继周给了你什么？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吗？这件事就暂时放下吧。薛少华是我们的兄弟，你以为我有选择吗？好，我不管李继周跟你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我不能让少华就这么白白的死了！你给我站住！你懂什么？李继周承认这次的事是学校的错，他也承诺了，如果我们不追究，他会给少华封为烈士，他们家每个月都能得到抚恤金。如果我们要追究的话，少华什么都没有，他们家也什么都没有，我们还会因为私自参加演习被开除学籍。所以呢？所以你怕了是吗？你怕离开学校是吗？这样的学校我宁可不待。少华死了，少华是死了，他家人呢？他家人还活着。你不要拿家人跟我说，他的家人我可以照顾，你也可以照顾。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息事宁人，我看错你了。江浩，你能不能不这么幼稚？你好好想一想，我们是军人，生命我们可以不要，但名誉我们不能不要。用少华的死换来的名誉，我宁可不要。你可以不要，少华不可以不要。这样的学校，我也不想待了。从今往后，不跟他们日子了。江湖冷静点，我们现在不能意气用事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不再是兄弟。我没有想过，竟然会是这么悲伤的故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还是觉得不甘心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呢？有些事情不想去想，可是永远也改变不了。我以为我离开学校就对得起少华了，其实都是自欺欺人。我逃避了这么久，不想再逃避了。